你是否曾经环顾四周，看着一个似乎正在不公正、无能和混乱的重压下破裂的世界，并感到你自己灵魂深处有一种深刻而麻痹的断裂？你看到自己面临一个不可能的选择，要么尖叫直到你的声音嘶哑，被一种从内到外燃烧着你的正义之怒所吞噬，要么退回到冷漠的外壳中，假装不在乎，仅仅为了保存你仅存的理智。很可能你以前尝试过采取一种斯多葛式的姿态，试图接受现实呈现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这种沉默感觉是错误的，几乎像是对你自己道德指南针的背叛，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懦弱。你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我在邪恶盛行时保持冷静，我岂不是在成为他的同谋吗？这场内部战争让你精疲力竭，在无能狂怒的高温和负罪冷漠的寒冷之间剧烈摇摆。你被困在一个关于真正力量意味着什么的危险混乱中，相信为了有效，你需要情绪动荡，而为了拥有和平，你必须本质上是无用的。你看着新闻或目睹你工作中的不忠行为，并觉得如果你不用一种可见且喧闹的愤慨来反应，你就做得不够。但你没有意识到，这种愤慨本身模糊了你的判断力，并耗尽了解决问题所需的生命能量。你生活在一个反应性痛苦的循环中，相信一个平静的头脑等同于成为世界问题的擦脚垫。你最大的恐惧是，通过练习接受，你会成为自己存在的被动旁观者，看着船下沉，通过在甲板上冷静的冥想。这种二元选择，在成为一个狂热的战士或一个和平的受害者之间，是一个虚假的错觉，它让你在太长的时间里保持软弱和分裂。今天，我们将一块一块地摧毁这个破坏性的神话，即斯多葛主义是不在乎的艺术，或者智慧要求你带着被动的微笑向不公正投降。真正的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冷漠或顺从，它是关于培养人类思想的最大运营效率，赋予你深深关心正确事物的能力，而不被错误的事物摧毁。我们将恰好通过5个斯多葛行动的转化层级，这将带你从混乱的麻痹状态变成一个理性代理人，一个拥有僧侣般不可动摇的冷静和精英外科医生般致命精准度的人。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你将拥有心理技术来接受现实原本的样子，同时带着无情的专注去改变它，将你的内在和平转化为你最危险的武器。在我们开始重建你的思想之前，我要你对你自己的进化做一个公开的承诺。被动性现在结束。订阅频道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个心理训练的任何步骤，并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你在哪里观看，并写下以下的力量声明：我控制我的思想，我选择我的行动。这个简单的书写行为不仅仅是一个评论，它是确立你新身份并向你自己发出信号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表明你准备好把混乱抛在脑后了。我们需要从彻底重新构建你对这一古老哲学的理解开始。斯多葛主义不是，也从未是一个躺下让世界踩在你身上的邀请。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顺从的宗教，而要看作是一种为最大情绪运营效率而设计的复杂思想技术。大多数人忽视的秘密是，斯多葛式的接受严格指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对现实什么的冷酷和客观的承认，而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完全生活在你对那个现实的反应如何中。接受下雨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淋湿直到生病，它仅意味着你不会浪费哪怕一焦耳的能量去对着云尖叫，保存你所有的生命力量去建造一个庇护所，或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继续你的行军。这个关键的区别将你视为冷酷或冷漠的东西转化为某种更强大的东西，战略坚定。我们在这里寻求的冷静不是感觉的缺失，而是一种静默的自我控制的存在。它阻止你的情绪破坏你的行动。把思想想象成一个操作系统，如果它被愤怒、内疚和否认的无用进程所超载，它恰恰会在你需要最大性能时崩溃。斯多葛主义清理这个心理缓存，它移除抱怨的震耳欲聋的噪音，以便只留下有效行动的清晰信号。这不是关于不感觉不公正，它是关于感觉不公正，并且与其让它用焦虑麻痹你，不如使用这种能量作为一种用于精确外科手术室和无情的纠正运动的精炼燃料。为了锚定这个真理，
不要看那个在遥远山顶孤独冥想的智者的漫画形象，而要看日耳曼尼亚边境的泥浆和鲜血。马可·奥勒留在那里写下了他著名的《沉思录》。他不是一个逃避问题的隐居僧侣，他是罗马皇帝，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在战斗前线领导军队，处理瘟疫、背叛和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帝国的管理。如果历史上最伟大的斯多葛主义者度过他的日子打仗和管理危机，谁告诉你成为斯多葛主义者就是被动？他使用哲学作为一种心理盔甲来承受世界的重量，而不是躲避它，证明了内在和平是外部领导力和美德行动的绝对先决条件。将你的思想转化为有效行动堡垒的第一条规则是掌握现实过滤器。这要求对发生了什么和你希望发生什么之间进行残酷的区分。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与直接过去进行永久性妄想谈判的状态中，花费宝贵的心理资源，希望现实与它明显的样子不同。当不公正发生或计划崩溃时，你的第一本能反应是抵制事实，在内心尖叫一个绝望的不，好像你拒绝的力量可以倒带时间并撤销事件。这个认知延迟，这个事件和你接受它之间的间隙，就是你的效率死亡的地方。斯多葛主义者不会浪费哪怕1微秒与历史争吵，他看着事件无论多么可怕，并说这发生了，现在我做什么？然而应用这个过滤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被制约去相信接受一个糟糕的情况等同于批准它或在道德上同意它。你的思想受过失意、正义叙事的训练，反抗事实的冷酷感觉。如果你不立即为发生的事情受苦或感到愤慨，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背叛受害者或羞辱你自己的价值观。你感到一种本能的需要去抗议命运，去起诉宇宙的疏忽。这种情绪抵抗看起来很高尚，但在实践中它只是能量的泄漏。当你忙着判断事件是不公平或不可接受的时候，时间继续前进，纠正的机会正在你含泪的双眼前关闭。抵抗不会改变现实，它只会破坏你处理它的能力。想象一下，片刻，我们旅程的中心隐喻，你是一个拥挤的急诊室里的创伤外科医生，一个病人在一名醉酒司机造成的残酷事故后处于危急状态到达。如果你作为外科医生停下来尖叫关于事故的不公正，为司机的极不负责任哭泣或哀叹世界的状况，你的手会颤抖，你的思想会被情绪蒙蔽。在这个场景中，你过度的且未经过滤的人性变成了病人的死刑判决。斯多葛式外科医生看着那个怪诞的伤口，在那一秒钟没有看到道德悲剧，他看到数据，看到破裂的组织，看到血压下降，看到一个需要立即解决方案的机械问题。他瞬间接受情况的恐怖，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为了拯救台上的生命，他需要绝对的清晰度。因此斯多葛式接受是这把心理手术刀，切断了把你与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的受害者心态连接起来的情绪期待。他把你从对过去的分析麻痹中解放出来，以便你可以完全进入当下行动的流动。当看着一个财务问题、一个背叛或一个全球危机时，你必须训练你的大脑跳过抱怨阶段，直接进入冷酷和客观的诊断。你不会说这太可怕了，你会说这就是它的本来面目。我的工具是什么？这种快速转换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没有心的机器人，它让你成为房间里唯一能够在其他人失去理智时做决定的成年人。当你掌握了第一集，你意识到真正的同情不是与受苦者一起哭泣直到淹没在眼泪中，而是保持足够干燥以把他们从水里拉出来。对现实的激进接受是你站稳脚跟，开始推动世界朝正确方向前进的坚实地面。没有这块是什么的坚实地面，你只是漂浮在一片应该是什么的沼泽中，而从来没有人通过生活在幻想世界中改变世界。你获得了不眨眼的注视，混乱的力量，而在那种最初的冷酷中，你找到了大多数被情绪支配的人永远不会拥有的战术优势。既然你已经接受了现实，我们进入第二集。在这里，我们要拆穿斯多葛主义提倡被动性的谎言，正义的美德。在斯多葛系统中，
正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想法或法律系统，而是4个基本美德之一，一种不可商量的性格义务，要求你为共同利益和纠正错误而积极工作。做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在有能力行动时，看到不公正而不做任何事，不是接受，这是一种叫做懦弱的道德恶习。哲学很清楚，我们是社会动物，为合作而生，以保持内在和平为借口，背对别人的痛苦是对你人性行使的一个根本性失败。智者不缺席，他干预。这里的内部冲突出现，是因为我们经常混淆和平与舒适，而正义行动往往是不舒服的、危险的和不方便的。你的生物思维想要节省能量并避免社会风险，所以它低语着诱人的借口。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能带来改变。或一个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不为外部事物烦恼。你使用哲学作为盾牌来隐藏你对对抗的恐惧，扭曲教义来验证你的惯性。在你自己房间的舒适中读塞内卡，比在一个有人被羞辱的工作会议上，或在一个偏见被提炼的社交场合中应用塞内卡要容易得多。成为一个 Instagram 斯多葛主义者的诱惑是巨大的。这种人发布漂亮的句子，但过着渺小和恐惧的生活。为了打破这种惯性，看看小加图的形象，也许是罗马历史上最坚定的斯多葛主义实践者。当尤利乌斯·凯撒开始拆除共和国以积累暴政权力时，加图没有说这超出了我的控制，我要去我的乡间别墅。不，他奉献了他存在的每一根纤维，他财富的每一分钱和他生命的每一天，来反对凯撒在参议院领导军队和辩论，战斗到痛苦的结局。他知道他可能会输，而且他输了，但他明白成功不在于赢得战争，而在于打正义的战争。他的胜利是内在的，他从未妥协他的原则。他证明了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可以是一个暴君最可怕和无情的敌人。理解斯多葛式正义是积极主动的。如果你看到一个错误并有力量纠正它，不作为是一种消极行动。你不需要成为政治家或将军来行使这一点。正义发生在日常的微观互动中，它是进行艰难对话的勇气，是为不在房间里的同事辩护，是不嘲笑残酷的笑话，是当没有人想承担时承担责任。正义行动是你的哲学的物理体现，没有它，你的思想只是空灵的梦。斯多葛主义者行动不是为了获得掌声或感激，他行动是因为蜜蜂的本性是酿蜜，而理性人的本性是行善。当你内化第2集，你将你的内在和平转化为正直的发射台，你不再是世界衰败的被动观察者，并成为你所珍视价值观的积极守护者。区别在于，现在你的斗争不是源于神经质的绝望，而是源于对正确事物的平静和不可动摇的承诺。你带着知道自己正在履行职责的权威在世界上移动，这种道德确定性给了你一种愤怒永远无法提供的力量。你行动不是因为你被触发了，而是因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到了大多数人失败的关键点，第3集，消除激情。这里理解为斯多葛意义上的不受控制的负面情绪，用深思熟虑的行动取代盲目的愤怒。存在一种文化神话，即愤怒是正义的必要燃料，我们需要愤怒才能强大。斯多葛主义断然拒绝这一点。愤怒被视为暂时的疯狂，它是不准确的，令人筋疲力尽的，并且经常偏离目标，造成比解决原始问题更多的附带损害。带着愤怒行动就像蒙着眼睛开机关枪，你制造很多噪音，造成很多破坏，但很少有效地击中需要被击中的东西。挑战在于愤怒是令人上瘾的，它给我们一种及时且令人陶醉的力量感和道德优越感。当你对不公正感到愤怒时，你感觉血液泵送，肾上腺素上升，这创造了一种你在做伟大事情的错觉。即使你只是对着电脑屏幕尖叫，放弃愤怒最初看起来像是放弃事业本身，好像保持冷静等同于不在乎。你的自我想要愤怒的戏剧性，因为戏剧性让你感觉像是一部史诗电影的主角，而冷酷和理性的行动看起来无聊且没有魅力。与这种义愤的化学成瘾做斗争，是你将面临的最艰难的战斗之一。让我们回到我们外科医生的隐喻，但现在专注于精准度。
想象一下，外科医生憎恨正在杀死病人的癌症，如果他带着仇恨攻击肿瘤，带着粗暴和暴力的动作，被对疾病的愤怒所驱动，他将切断健康的动脉，并在手术台上杀死病人。大师级外科医生也想切除肿瘤，也许比任何人都想，但他用一只稳定的手、受控的呼吸和绝对的冷酷来做这件事。他的情绪冷漠实际上是最高形式的关怀，他将摧毁疾病的意愿升华为无懈可击的技术能力。愤怒使手颤抖，理性引导手术刀。你必须学会将义愤的热量转化为决心的冷酷。当面对不公正则感到愤怒的火焰点燃时，仅将那个信号用作你汽车仪表板上的警告，有些事情不对劲，需要注意，但不要用汽油来灭火。呼吸，在心理上后退一步，并问现在最有效的行动是什么？也许是写一封正式且详细的电子邮件，而不是一个攻击性的帖子。也许是策划从一个有毒环境中战略性撤退，而不是大吵大闹。效率要求策略，而策略要求一个没有着火的头脑。当你征服了第3级，你对混乱变得危险，因为你变得不可预测且不知疲倦。那个尖叫和踢打的人很快就会累并放弃。愤怒是一种燃烧得快且脏的燃料，但是有理性和责任驱动的人就像核发动机，他继续前进，日复一日，没有喧哗，带着有条理的耐心拆除障碍。你变得惊人的高效，解决那些让其他人因恐慌而瘫痪的问题，仅仅因为你拒绝让情绪劫持你的智力。既然你正在行动并干预世界，一个新的危险出现了：污染。第4级是关于建造内在堡垒。这个概念是，虽然你的手在世界的泥浆中工作，你的思想必须留在一个一尘不染的圣所里。你需要学会在混乱中，但不属于混乱。常见的错误是允许世界的痛苦侵入你的内部空间，认为同理心要求你和病人一起生病。如果你吸收你试图解决的每个问题的消极性，你会崩溃。堡垒是你划分的能力，墙外是战争、噪音和疾病，墙内是寂静、秩序和理性。这种分离是反直觉的，因为我们是多孔的生物，我们通过渗透吸收环境和周围人的能量。当你与有毒的人或压力大的情况打交道时，你的自然倾向是反映他们的状态，变得紧张、防御或抑郁。保持堡垒关闭需要有意识和持续的心理卫生努力，这是一种可视化一道不可穿透的屏障的练习。你决定什么进入，什么留在外面。你可以听到侮辱而不感到被侮辱，可以看到恐慌而不进入恐慌。你成为风暴的观察者，在一个加固的玻璃后面安全，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切而不被淋湿。想象海洋中心的一艘船，船被成吨的水包围，这些水瞬间就能让它下沉，但船不会因为它周围的水而下沉，只有水进入它内部，它才会下沉。世界是海洋，你的思想是船体。斯多葛主义者确保船体没有裂缝，你可以航行在存在中最动荡的海域，面对最糟糕的危机，只要你的船内部保持干燥。你的内在和平不取决于平静的海洋，那是不可能的，它取决于一个密封的船体。你思想的完整性是唯一完全在你指挥下的东西，这种保护允许你在你的战斗中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寿。活动家、领导者和父母经常遭受精疲力竭，因为他们让大海进入了船，他们在脆弱的肩膀上背负着世界的情绪重量。通过应用内在堡垒，你变得能够处理悲剧和不公正几十年而不变得愤世嫉俗或痛苦。你保存你的光不是通过逃避黑暗，而是通过阻止黑暗熄灭你的火焰。你用干净的手和轻盈的心在肮脏的世界中行动。当你掌握了第4级，你达到了一种矛盾的自由。你可以在监狱里并且是自由的，可以在战争中并且处于和平中。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的思想，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感觉你不选择感觉的东西。这种精神上的不可战胜性是真正权威的基础。人们会直觉地感到你拥有他们没有的稳定性，并将寻求你的领导和风暴中的避难所。你成为他人的安全港湾，正是因为你没有允许风暴征服你。最后阶段，
斯多葛大师的顶点，我们将称之为反向命运之爱。命运之爱 （Amor Fati） 的传统概念是爱命运，接受发生的事情，但在这里，我们更进一步。你不仅接受不公正或困难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你积极地拥抱它们作为你性格的基本训练材料。你不再把世界的问题看作不应该发生的坏事，而是开始把它们看作生命健身房里的重量。举重运动员不会看着沉重的杠铃说多不公平，这太重了。他说太好了，这重的足以让我强壮。这里的内部阻力很深，因为我们生物性的渴望是为了舒适和轻松。我们想要一个公正的世界，以便我们不必战斗。我们想要和平，以便我们可以休息。把困难看作礼物，对于未经训练的思想来说，似乎是受虐狂。然而，受害者心态恰恰生长在希望生活更容易的渴望中。斯多葛主义者反转剧本，他不要求更轻的负债，他要求更宽的肩膀。他明白美德、勇气和智慧只能在逆境的火中锻造。没有暴君就没有家徒，没有战争就没有马可·奥勒留。对手对于英雄的旅程是必要的。再次想象我们的外科医生，一个只做简单手术、去除疣和治疗擦伤的外科医生，永远不会成为大师。正是复杂的创伤、不可能的病例，需要他一切的混乱紧急情况，把它变成了医学的传奇。不公正的世界是你高复杂度的手术室，每一个困难的人，每一个官僚障碍，每一个财务挫折，都是一个高级飞行模拟器，旨在测试和提升你的耐心、韧性和正义的技能。你不容忍这些时刻，你利用它们，你将环境的铅炼金成性格的金。通过采用反向命运之爱，你变得反脆弱，打断弱者的混乱，只滋养你的力量。你停止害怕未来或潜在的不公正，因为你知道世界扔给你的任何东西都将被用作你自己进化的燃料。你看着困难微笑，不是疯狂的微笑，而是一个找到了值得对手的战士的微笑。这就是你所有的吗？你问命运。当你准备工作时，完成这个层级意味着你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建筑师的转变。你不再需要等待世界变好，让你感觉良好。你找到了绝对的自主权。你能够看着人性最糟糕的一面，并且与其绝望，不如在那里找到你行动的号召。你最终成为积极斯多葛主义者，一个为了不因任何事受苦而接受一切的人，并且为了美德的要求而为一切战斗的人。你在战争的中心找到了和平。现在你拥有了完整的蓝图，并且不再是那个在开始这个视频时在无用的愤怒和懦弱的冷漠之间分裂的人。你现在明白，真正的和平不是冲突的缺失，而是在不失去你本质的情况下穿越冲突的能力。你是紧急情况中间的外科医生，世界可能在尖叫，混乱可能在统治，但你的手不抖，你的思想不摇摆，因为你知道你的冷静是唯一能给无序带来秩序的工具。这就是将仅仅抱怨的人与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分开的战略坚定。你不被动地接受邪恶，你接受邪恶的存在，仅仅足以用致命的精准度和智慧与它战斗。你的宁静不再是对现实的逃避，并成了你最不可穿透和高效的战争盔甲。从今天起，在面对你的日常挑战时，永远记住斯多葛弓箭手的姿势。你的伦理义务和你的力量，在剑离开你弓弦的那一刻，精确且严格的结束。张力、瞄准、对呼吸的关注和射击的决定，所有这些是你的行动，这是你的正义，这100%在你的绝对控制之下。如果风吹偏了，剑或目标意外移动，这属于命运的领域，而不该由你为此折磨自己。哲学家战士在射击的卓越中找到他不可商量的胜利，而不是在箭落下的地方。通过内化这一点，你变得不可战胜，因为世界可以拒绝你的外部成功，但永远不能偷走你正义尝试的美德。如果你到了最后这一点，你证明了拥有一种注意力和对自我发展的承诺优于大多数半途而废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娱乐视频，这是你道德和心理行为的分水岭。我想看看谁是那些将在这段旅程中与我们同行的真正理性代理人。如果你准备好成为风暴中心的冷静，在下面留2个评论。第一，写下句子：我接受命运，
但我选择我的行动来封存你与这个新身份的个人契约。第二，评论我留到了最后，以便我知道谁是那些认真对待自己进化的少数人。订阅并与需要醒来的人分享这个宣言，让别人更强是加强你自己的最好方式。